你是在拜佛还是拜自己欲望呢？这句话可能会戳痛很多人的内心。你看多少人拿着粗粗的香火，看似一路跪拜，虔诚的去拜佛，其实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内心无数的欲望罢了。我要钱，我要更多的钱，我要升官，我要孩子，等等之类的。我深刻的记得有一次我去别村，他们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，她居住的环境极其简陋，国家政策如此之好时，你永远想象不到她居住的环境竟然还漏雨。就在深山里面搭建了一个新铁屋，屋内湿哒哒黑乎乎的，周边也没人居住，连吃都是村民给她轮流送吃的。当地村委会想帮她申请去敬老院，但是她不是无保户，她有9个小孩，竟然没有一个人抚养的。当时我听到她有这么多后代，为何没有一个人理她？我就多嘴问了一句：“老奶奶年轻时的为人怎么样？”村民都竖起了大拇指。大家对她的评价呢，就是憨厚老实，而且还是个热心肠。随后村委会的人就跟我分析，也许是生太多了，一个依赖着一个，导致最后没人管。那别人的事情咱们也不好意思问太多呀，对吧？这件事情啊，让我回去深思了好久。你说生儿育女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父母含辛茹苦的把你抚养成人，当你有机会体会到这世间的酸甜苦辣，你看到老了竟然是如此下场，何不如把养育你的钱自己安享晚年呢？这也可能是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的其中之一吧。小时候我们做错事，父母依然选择原谅我们，父母也会做错，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为人父母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往来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下归途。其实世上还有我们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，但我们也要尊重。父母本是在世佛，何须千里拜灵山呢？对很多网友来说啊，其实对我一直有一个误解，以为我是独生的，其实不是，我有1个哥哥，2个姐姐，他们都已经成家了。因为跟他们相差的年纪太大，我的童年基本上都是自己长大的。小时候家里很穷，住的还是瓦房，2室1厅。那时候我还没到上学的年纪，就跟爸妈住一个房间。另外一个房间呢，黑灯瞎火的，没人住，因为那时候哥哥姐姐要么就去工作了，要么就去读书了。那时候的灯啊，没有这么通明，每当停电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能依赖蜡烛透出一点点微光。与此同时，我永远忘不了屋顶漏雨的日子。一到下雨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盆去接水。每当打台风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担心那个家会被吹没。我记得呀，当时我们那个客厅的门都已经摇摇欲坠了。在我记事起，我的父母就已经是渔民了。父母为了改善生活，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努力，经常早出晚归，甚至是早上出去，第2天才回来。显然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要面临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睡觉了。在寂静的农村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被自己哭醒，吵到邻居无法入睡的时候呢，就把我接到他们家睡。第2天父母赶海回来的时候，当邻居向爸妈提起这件事，尽管那时候我还很小，但是我依然可以感觉到父母的无奈。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在父母面前不展示自己的软弱。每当天黑的时候，我就立刻跑回房间，躲到被窝里睡觉。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这样煎熬和焦虑的夜晚。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艰苦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啊，却是生命中最为宝贵的时光。岁月如梭，我们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，我们搬离了瓦房子，住进了新房子。现在我也长大了，也开始了我的工作。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罢了。哇，这是我们来到上海的第2天，今天就来到了三角牌60周年庆典活动的现场了。这个跟奶奶、跟阿婆家的一样，看，真的好像哎。不过阿婆的那个没有这么新。哇，这应该比我们父母的还要老了吧？这个炖汤锅，你看这个也很老了。我小时候我们家就用过这种炖汤锅，就有这种花纹的，比较老式的。
这边也还有很多新颖的电饭锅、智能包。我喜欢这个黑色，黑色好高。这边也还有好多。我修钢打了，这是干嘛的呀？这边可以拍照，然后拍完照可以这边取照片。我也要拍，半个小时之后再过来拿。走，连这些啤酒也是三角牌的，可以拍一个照片呢。今天晚上我们的晚宴也会在这里举行哦，格莱美礼宴中心。来拿照片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拍的照片，好有特色啊！不晃看不到我们人。谢总，你好，我们刚到不久哈。对，好，这不是谢谢，哎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一会要开会的会场啊。无论是在老式厨房里，还是现代家居中，三角牌的产品总是那么熟悉，那么温馨。它伴随着无数的家庭度过了无数的幸福时光。60年的时光荏苒，三角牌始终坚守着对品质的承诺，用匠心精神为无数家庭带来温馨与美味。这份坚守，这份承诺，更是三角牌能够赢得人们心中永恒的关键。今天让我们共同庆祝三角牌60周年，祝愿这个传承60年的品牌故事能够继续照亮更多家庭的幸福时光。今天是来到上海的第3天，我们就来到了上海新国际的博览中心。这边就有三角牌的电饭锅了，很古老了，金款直升锅，是不是比以前那种款式好看多了？三角牌不单只是有电饭锅，而且还有抽烟机、煤气灶，还有电压力锅、电热水壶之类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款式。我们先到处逛一下，好多人呐！这边好像全是这些家电类的啊，好多新颖的款式啊。走，慢溜溜。